大家好，我是 Judy，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又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 Perles。嗨，Judy 好，嗨，大家好，我是 Paulus，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上节目了。那在技术面上有遇到一些问题，想要请教 Judy。主要是说，之前有看过 Judy 介绍一些龙行八步来想选一些强势股，那中间会有遇到一些速度的转变。那如果像是我是以长期投资为主的话，我要怎么去用龙行八步来选择一个标的呢？OK， 那要回答 Perles 这个问题的话，那他既然刚刚已经强调说他是长期投资，那长期投资的话，我们就要选对我们要看的图形，那我们就可以用月线图来看。那接下来我用实例来跟应该是说实例的模型来跟大家讲，然后后面再介绍实例。那请大家看一下，我现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就是说在善战的骁勇战士的话，它总会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在中间回档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跌破1/2。可是当它在往上再攻击的时候，如果它能够守住1/2的时候，它就可以转为成功上涨 N。比如说我们用这个例子为例来讲的话，就是说有可能在它涨到2高的时候，回档的时候它跌破了1/2，可是它经过整理以后，它又持续的往上走，往上走的过程中，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一个N 型，N 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回档的时候，它守住了1/2，那这个就叫做正常 N 转成功 N。那因为前面有一个 N， 这边又守住1/2，所以后面还会有一个 N， 所以就会形成所谓的1高、2高、3高、4高。那像你说你要做长期投资的话，等于说你可以去找一只标的，它之前可能没有涨很多，在这个起涨N 型或初始 N 型的时候没有涨很多，可是它的回档如果守住1/2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做后面这一段扩大 N 型的部分。哦，那我了解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我持有的股票一个正常的 N， 后面有个成功 N， 那回档的时候它又守住了1/2的时候，我就可以再来规划下一个N 型的一个来作为长期投资的标的。那请问一下有什么实例可以做介绍呢？在讲实例之前呢，我再用这个图形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一点，让大家了解之后，然后再去看实例的部分。好，我们先看一下那个刚刚我们已经讲了说，前面这个地方它因为中间回档破了1/2，所以它是一个正常 N， 可是它 N 型就是完成1、2、3、4高的时候，在回档的过程中，它这边守住了1/2，然后再往上再创新高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已经有正常 N 转为成功 N 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观察的只是说，当这个 N 型它在回档的过程之中，它是否守住1/2？如果守住1/2的话，我们在长线上就可以去规划一个后面还有一个 N， 这样你就可以做长期投资了。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部分来讲一下。刚刚这一部分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初始 N 加扩大 N 这个地方形成大 N， 它从成功上涨 N。正常 N 转成功上涨 N 是第一步，那第二步的时候就是说回档的时候要守住1/2，才能让我们第3个步骤就是说再攻击的时候，这个 N 如果又再过了所谓的2-1的话，那这个地方整个 N 型就是一个成功上涨 N。那之前我们有教过大家怎么算目标价，就是在初级班的时候，我们有教大家如何做算到目标价，第一个攻击就是2-1。可是大家也知道，在实务上有很多标股，它会涨破2-1，所以就会有一些投资人来问了说，那当涨过2-1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那我跟大家讲，就是目标价，当2-1这个地方如果是用长红棒突破的话，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价移到2-2。那2-2它很简单，它就是用2-1的目标价的价位，再去加所谓的基本波。比如说以我现在这个图形来讲，这一段就是所谓的 X， 就是基本波。那如果我2-1在这边就出现了，那我就用这边这个2-1的价位去加上这边的幅度，这边再加上来，那这样子就可以去算2-2。那整个波段结束的话，最高都可以到2-18。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有没有什么实例的部分可以举例给我们看呢？是可以的。那但是我在举实例之前的时候，我还想让大家再看的比较详细一点。那请大家看一下我的图形，就是说我们刚刚呢已经画了一个 N， 完以后，
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N？ 但是这个后面这个 N 在形成的过程中，它每一个 A、B 段的时候，它又有1、2、3、4。那如果你是长线持有的人，很多人可能在中间的回档它就被洗掉了。所以你在推估后面这个 N 的时候，你可以用前面的这个 N 型的时间跟价位去推估后面的时间跟价位，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说形成我说我是做长期投资，可是股价可能涨到双杠一我就把它卖掉，因为可能股价涨到双杠一的时候，它现在才在这个一高的附近，然后后面可能还有2高、3高、4高，你就错过它了。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在做的时候，成功上涨的这个地方要注意形态不要随便在冲上去的时候马上就把股票卖掉。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实例给大家看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护国神山台积电。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在第一个 N 的时候，就是说这个 N 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它的价位呢，其实就是从刚开始，因为这是除完全息的，所以那时候最低的价钱还完全息是2.16，然后它到了2007年的时候只有43.3，然后它回档的时候1/2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守住1/2。那所以这个地方虽然第一个 N 这个地方是正常 N， 因为它回档这边这一段有跌破1/2，可是它在这个地方回档的时候守住了1/2，也就是我们把这一个 N， 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 AB 段，然后我这个地方又守住了1/2，所以我接下去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成功 N？ 如果又冲过了所谓的双杠一，然后接下去呢形成一个 N 型以后，这边又一个绿色的回档，然后接下来，所以我们就又再做了一个。可以推估，就是说长期持有这个地方，是不是后面还有一个 N？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这只股票因为业绩很好，所以它的双杠一早就超过了。然后接下去你要算它的目标价就用双杠2，对不起，不是12。那双杠2如果再过的话，就用我刚刚教你们的方法一路算。那整个波段的结束最高是可以算到双杠18。所以说，投资人如果懂得技术面，又懂得基本面的时候，就不会在股价呈现45度往上攻击的时候，轻易把手上的持股卖掉了。哇，这听起来好犀利啊！整个最高力道可以来到双杠18，真的是太厉害了。对，我想听完今天的节目，大家一定对护国神山这个地方已经有约略的了解。不过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后面有一个 N 型，然后也有上涨的时间，但是就不是代表这个个股只会涨不会跌，因为我们在初级班的时候曾经介绍过，我们在上涨的 N 型里面，除了有成功上涨 N 以外，还有正常上涨 N。那正常上涨 N 里面也可以有倒 N 型，也可以有失败 N。所以即使我们知道它后面有个大 N， 但是你也不能就是说它永远都不会跌下来，因为股价是随着它的基本面做变化。所以投资人应该是先用技术面规划好后面的时间跟方向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紧盯技术面。那对不起，紧盯基本面。当基本面如果有变化不如预期的时候，股价这个地方也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那它就是在多方的时间可能会走一个所谓的倒 N 型或是一个失败 N， 那就不会陷入这种就是说，后面明明有上涨的时间或是有上涨的幅度，怎么不如我们的预期这样子。简单来讲，投资就是要灵活运用，不能只抓住一个固定的公式，然后死抱着不变。这就是我们要教大家的。OK， 不晓得讲完今天的变形金刚，投资人有没有非常兴奋呢？如果我们学会了变形金刚，多找几只，其实你长线做投资的话，这一辈子也许就靠一只股票就变成财务自由了。相信讲完今天的节目的话，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我们先谢谢 Perles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到了节目的尾声，如果大家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部落格里面去看唐老师的文章，以及我15篇的文章。如果还有问题的话，记得在下面帮我留言哦。在节目最后，请你记得按赞、分享，并开启你的小叮当，小铃铛。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